前一秒啊还在阅兵台上跟这个冯大妈谈笑风生，号称要拳打美俄，后一秒啊自家经济第一强旺的二把手啊坐着飞机直接摔成了火球。莫迪老乡这个2026年的开局，怎么形容呢？这就叫在过山车上放鞭炮，又刺激又炸锅。哎，你看看前两天那个架势啊，又是搞那个声势浩大的共和国日大阅兵，哎，又是跟那个欧盟那个冯大妈眉来眼去，签什么自贸协定，那个劲头啊，莫迪啊恨不得把这个脸扬到天上去，觉得自己啊马上就是世界第3级了，那是风光无限，牛气冲天啊！可是你猜怎么着？就在这个新德里的礼炮声还没散尽，哎，就在那个签字笔的墨水还没有干透的时候，老天爷啊，直接给莫迪啊来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啪！这一巴掌打的是结结实实啊，打的莫迪啊那是眼冒金星。这一边呢是刚签完字的历史性协议，看着那是烈火烹油啊，鲜花着锦。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啊，印度经济最发达，号称富得流油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突然就掉下一架飞机。而且这个飞机上领盒饭的人，那可真不是一般的小鱼小虾。话说1月27号啊，新德里那帮老爷们儿啊，还在这个阅兵式的主席台上谈笑风生，觉得自己的腰杆子硬了呀，能跟中美俄那3个大佬在桌子上掰手腕了。可是转过头来，死神就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举起了镰刀。马哈拉施特拉邦啊，这个名字吧，你要是听着绕口啊，那我提一个城市的名儿你就知道了，孟买。那是哪儿啊？那是印度的钱袋子呀，就相当于咱们的上海。那个地方的副首席部长是个什么级别呢？那就相当于封疆大吏的二把手啊，妥妥的实权派啊。这架飞机啊，是一架私人的小型客机，从这个孟买呢飞往普纳。本来啊飞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啊信号没了，那紧接着那就是一声巨响啊，轰！飞机一头栽到了地上，撞击之后啊，立刻就是一团大火球，浓烟滚滚啊。包括这个机组人员在内的一共6个人啊，全部玩完了。要是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民用空难，莫迪呢还不至于在这个新德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啊，顶多就是发个推特啊，哎呀我很痛心，祈祷一下就完事儿了。但是当那个遇难者的名单报上的时候，我估计啊，整个印度政坛啊，包括莫迪在内，那个后背啊，瞬间就得凉透了。这个名单里啊，赫然写着一个名字：阿吉特·帕瓦尔，现任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副首席部长。这个人有多重要呢？我这么跟你说吧啊，那现在这个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执政班子吧，它本质上呢就是个政治缝合怪。那啥叫缝合怪？就是把这个猫啊、狗啊、老鼠啊硬缝在一起，看着呢是一个整体，其实谁都想咬死谁。这个印人党、新德派还有那个帕瓦尔派，这3拨人啊，为了利益，为了选票啊，那都是面和心不和，硬凑到一起啊，搭伙过日子。就像是3个想分家产的兄弟，不得不睡在一个炕上。这个首席部长德文德拉啊，那是印人派的大佬，负责上面撑场面。而这个刚没了的帕瓦尔呢，他就是维系这些地方豪强啊和这个中央关系的关键人物，是那个强力胶水。现在好了，胶水干了呀，断了呀，碎了一地。他没了，他手底下那帮人呀，瞬间就群龙无首了，那是树倒猢狲散啊，或者说是饿狼出笼。原本呢就被压着的利益分配矛盾、地盘争夺矛盾啊，估计啊马上就要炸锅了。另外一位副首席部长辛德，他会怎么想呢？哎呦喂，帕瓦尔这小子没了，我是不是该把他的地盘给吞了？这印人党会不会趁火打劫？反对党会不会借机生事儿？莫迪啊，显然是闻到了危险的味道，甚至可以说是闻到了火药味儿。他不仅是第一时间出来发文说自己呢极度悲痛，心与死者家属同在，那更是火急火燎的下一道死命令啊，让这个印度的民航总局赶紧给我查，必须最高级别的查，给我查个底儿掉。说白了啊，这哪是为了查真相啊，这分明是为了稳人心。
哎，这么关键的大佬，在刚阅完兵、刚签完协议啊，就这么意外坠机了。你品啊，你细品，这个时间点儿到底是巧合，还是针对帕瓦尔的一次离奇消失？那不管是真相如何啊，这颗雷啊，已经在莫迪的后院嘣的一声炸响了。这就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最讽刺的是什么呢？就在这个帕瓦尔坠机的前一天啊，印度呢刚搞了一场号称是史诗级的共和国日阅兵。哎，那个场面哦，看过的都乐了呀，咱们简直是当春晚看的。莫迪政府啊，那是迫不及待拉出了号称国产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啊。这个玩意儿给吹的啊，据说这个射程啊1500公里啊，速度10马赫啊，还能躲雷达。这印度的媒体那张嘴啊，直接吹上了天呀！我们这个导弹啊，美国都没有，我们遥遥领先，我们是世界第一。还有那个被吹上天的阿琼 MK1 主战坦克，虽然大家都知道吧，那就是个重型拖拉机，动不动呢就趴窝。但是在阅兵场上刷层绿漆，看着也挺威风的，跟真的似的。还要从大摩那儿买的 S400，从这个法国买的阵风战机，那一刻，这印度呢仿佛已经拳打美俄，脚踢欧洲啊，妥妥的军事强国范儿了。莫迪在这个主席台上啊，跟这个冯大妈呢是指指点点呀，满脸的自豪。但是这个脸呢打得太快，阅兵式上的彩带啊还没有扫干净呢，第二天的坠机事故啊就无情的扯下了印度制造和印度安全那块遮羞布。那大家伙想想，哎，你连一个副部长的私人飞机安全都保不住，连最基本的民航飞行啊都搞不定，那些高精尖的导弹，那些复杂的坦克，真打起仗来能靠谱吗？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去年边境摩擦那档子破事啊！这印度呢花了大价钱啊，从这个法国买的阵风战机，那是当祖宗供着的。结果呢，那一回啊，不仅是这个印度空军丢人丢到家里啊，更是把印度那个拉垮的航空工业底子啊，在大伙儿面前呢晒了个底儿朝天。飞机太老，修得太烂，造又造不出来，这就是印度工业的命门。这回坠毁的这架飞机虽然不是战机啊，但是它暴露的问题都是一样的，管理混乱，维护不力，应急反应慢。一个连螺丝钉啊都经常拧不紧的国家，就算有了这个高超音速导弹，估计发射的时候最害怕的不是敌人啊，而是坐在这个操作台前的自己人。为啥呢？当然是怕炸疼啊。那除了这个天上掉飞机啊，地上也没闲着啊。就在这个同一时间段啊，克什米尔地区啊，一辆这个印度陆军的卡斯皮尔军车开着开着，就在这个崎岖的山路上失控了。司机啊，估计是缺氧了，直接冲下悬崖啊！咣当，至少10名印军士兵啊，直接领了盒饭，还有10个人重伤。哎，你看看啊，这还没打仗呢，天上掉副部长，地上掉军车，这一连串的非战斗减员，那简直比战损还高。这要是真上了战场啊，我估计都不用敌人动手，他们自己啊就能把自己玩惨了。那莫迪呢，想靠这个阅兵啊来给国民打鸡血，但是这架坠毁的飞机和那辆掉下悬崖的军车，却用最惨痛、最血淋淋的方式啊，告诉全世界，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国梦呢，浪头一打，全是泡沫。这如果说家里的飞机掉下来，军车翻下来，这算是内伤，是家丑。那现在外部的局势啊，那就是莫迪不得不面对的外患和一场巨大的豪赌。1月27号，印度呢在这个外交上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谈了快20年啊都没有谈拢的生意，印度啊竟然跟欧盟那个冯大妈把字儿签了，自由贸易协定搞定了。这个事儿吧，它覆盖了全球1/4的 GDP 啊，看着是做生意啊，大家一起发财。但是在明眼人看来啊，这分明就是莫迪拉着欧洲啊一起造美国的反呀！哎，你想啊，美国那位董王举着美国优先的大棒是到处乱挥，见谁啊都要收保护费，连盟友都不放过啊！这印度吧，他虽然嘴上说是美国的盟友，是印太战略的基石，但是因为这个莫迪死活呢要买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哎，死活不肯跟这个普京翻脸，特朗普那是真生气了呀！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莫迪老仙儿啊，那个脑子啊转是相当快啊。既然这个美国市场不让我进，既然你要堵我，那我就去抱欧洲大腿。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按照这个协定啊，印度的纺织品、皮革、化工品啊，以后呢就往这个欧洲卖。这个欧洲的汽车啊、红酒技术啊，也往这个印度运。哎，咱们绕开这个美元，绕开美国的壁垒，自己玩。这一招啊，那就是围魏救赵，或者叫暗度陈仓，直接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啊，那气的是直跳脚啊，在这个公开场合直接开骂了。欧洲这是在出钱资助一场针对自己的战争。他为什么这么说啊？逻辑很简单啊，印度现在这个经济增长呢，很大一部分是靠倒卖能源。印度呢，从这个俄罗斯啊买这个便宜的原油运回来，在这个印度的炼油厂里啊一加工，变成了印度产的柴油、汽油。那然后呢，再卖给欧洲。这欧洲人呢，一边喊着制裁俄罗斯啊，一边开心的用着印度转手过的俄罗斯油。这钱呢，从欧洲流向印度啊，印度呢再把这个钱转给普京。这简直就是把美国的制裁令啊当成了废纸。这就是个公开的秘密啊，是个巨大的全球洗油中心。哎，以前呢大家都不说破，现在莫迪啊跟这个欧盟啊签这个自贸协定，哎，等于是把这个事儿啊给合法化、机制化了。特朗普能不急吗？美国在那边费劲巴拉的筑墙啊，你们俩在后头挖地道，还挖得热火朝天。所以呢，咱们看到了美国的最后通牒，特朗普和那个参议员啊，已经明确告诉印度了，莫迪，你小子听好了，如果你不大规模的减少从俄罗斯买石油，如果你还这么跳，美国就要动手了，制裁、加关税，甚至在这个技术上砍你脖子。特朗普还说了一句特有意思的话，那是阴阳怪气到了极点啊。莫迪是个好人，他知道我不高兴，而让我高兴很重要。嘿，这话听着像是夸人，其实就是威胁，是拿着刀啊架在你脖子上说咱们是朋友。但是问题来了，这莫迪会低头认怂吗？我觉得未必。这老仙儿吧也是个倔脾气啊。莫迪觉得我有左右逢源的资本，我可以玩平衡木。他在赌这个特朗普不敢真的把印度彻底推向对立面。因为美国呢想遏制东方大国还需要印度这颗棋子。但是吧，特朗普这个人从来不按套路出牌。随着这个印度呢和欧盟联手反美，恼羞成怒的特朗普可能很快就会真的动手。哎，毕竟在他眼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盟友，只有案板上的鱼肉。欧盟是鱼肉，印度也是鱼肉，看我想吃哪一块，看我今天的胃口好不好。所以你看这个2026年刚开年印度这个戏唱的那是真叫一个精彩。一边呢是心比天高，搞阅兵、射导弹、签大单、怼美国、拉欧洲，一副老子就是世界第3的架势谁也不服，见谁都想咬一口。一边呢是命比纸薄飞机往下掉，军车往崖下翻，基建拉垮，内部政治联盟脆弱像块豆腐，一场空难就能让一个邦的政局乱套。那看着就像是一个狂奔的泥足巨人。上半身呢是穿的光鲜亮丽全是名牌西装，打着领带，喷着香水。下半身呢还在这个烂泥坑里踩着泥，连双合脚的鞋都没有，全是烂泥巴。莫迪老仙儿想带着这样的印度去跟美国叫板，去跟东方大国比拼，勇气可嘉。但这个脑子吧多少有点进水了。哎，接下来的日子吧，咱们看特朗普怎么收拾这个不听话的小弟，看莫迪呢是怎么在欧美俄之间玩这个空中飞人。只希望他别玩脱了，真从天上掉下来。好啦，今天给大家聊到这儿啦，我是你们的小懒，这世界太乱，咱们下期接着看。